大家好，我是绿萝。近年来呢，网上流行着做人要学杜月笙的论调。杜月笙嘛，作为青帮的头子，对于他的评价呢，自然很多，褒贬不一。虽然很多时候呢，他是一副恶人的面孔，但其实在为人处事上呢，他其实是有过人之处的。否则他一个跑腿的小伙计，怎么能够摇身一变成为上海滩的风云人物呢？很多时候你看看杜月笙的话，你能看出他是如何做人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和大家分享两句。首先呢，就是存钱再多不过金山银海，交情用起来呢，好比天地蓝亮。结交各路朋友是杜月笙能够在黑白两道通吃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。虽然杜月笙呢也求财，但是呢他也知道朋友广了，财富的上限呢才会更高，这么一个道理。所以呢，为了经营沙场还有银行，这个青帮大佬不惜请相关行业的老板吃饭，然后这些人呢一看，这么有头有脸的人都亲自上桌陪酒了，所以呢大家伙儿呢都愿意和他做生意了。杜月笙呢结交朋友也不完全看人的财力，比如说救济无路可投的张世钊，是看中了他的本事，而结交戴笠呢是看中了他的义气，也是这些各行各业的朋友们呢最终成就了杜月笙。再一句话就是挨骂呢是假的，银子才是真的。杜月笙不断的在结交朋友当中呢舍得慷慨解囊，可实际上呢他最终的目的是挣钱。怎么挣钱呢？你看，比如时下很火的德云社，经常被网上的各种营销号骂有一次记者呢在采访郭德纲的时候，郭德纲就说了，说我不跟外行人计较，外行人说的我要跟他生气了，那我还活不活了？其实说白了，挨骂呢也是一种心理素质，企业也好，老板也好，喜欢的就是这种心理素质高一点的人，总不能批你两句，你生气就撂挑子了吧？所以呢，你别管是干什么你挣钱也好，谋利也好，想要达到自己的目标呢，你还是要能屈能伸的，毕竟呢，路是你自己选的。那杜月笙是怎么花钱的呢？当时呢，他专攻贩卖烟土的行当，这一行呢最怕的就是政府查，所以杜月笙呢就想到花点钱打点一下军阀。公然呢行贿肯定是不行的，所以呢就美其名曰发军饷，这样军阀呢收钱呢也收得痛快，他自己的生意呢也能够得到照应。最后一句是前半夜想想自己，后半夜呢想想别人。杜月笙呢不是个文盲，但呢也没有读过几天书，可是杜月笙好像比谁都活得清醒。于是你会发现他这一生好事坏事都做了。你看呢，他卖过鸦片，但是呢也投钱抗日，干过杀人放火的事儿，但是呢也能慷慨解囊，混迹在一个鱼龙混杂的上海滩。想要立足，你就必须要左右逢源，想要不挨枪子儿呢，你就必须要活得清醒，想想自己的得失，再想想别人是怎么活的。不光是乱世的生存法则，在今天呢也同样实用。那我说了这么多，你们最喜欢杜月笙的哪句话呢？或者你眼中的杜月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